现在的时间是6月2号早上的8点40分，然后我现在人是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正要出发去台北参加这一个2024的台北国际电脑展。然后除了我以外，随同的还有我的2位同事一起出发。那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就可以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好的内容。Let's go！我后面有一位家伙，我们现在是去着那个 AMD 的发布会，然后除了我以外，还有一王肥仔，然后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那我现在已经是在这个 Computex 这个展会这里，然后是2馆。再过不多久就是开始我们的这个 AMD 的发布会，然后我们的老朋友一王还在整理着，还在调时播的这个东西，希望一切顺利吧。First, will extend Epic's leadership in general purpose and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workloads. 现在发布会完了，出来我们又遇到我们老朋友欢，耶！然后这个已经累垮了。我不行了，昨天3点多到，不行了，这已经累垮了，这个已经累垮了。6点多起5来。hours later. 先来到夜市来看3位博主表演。哇，4位，包括我吗？哦，还有。我们说要上场啊！哎，这个技巧上就是是来看环头环，就是拉这样子平面，前前要后前，然后拉角度要一个倾斜。哇，有研究的嘛！哇，有技巧。对，1、2、3。这个是叫做会说不会做。对，我会教，不是你们狂。有了吗？哦！来1、2、3，耶！3 days later. 今天是6月6号，也是台北展的第3天。由于我已经把全部这一次的台北电脑展的赞助商的视频都已经拍完了，所以呢，现在我是非常轻松的状态。然后我的伙伴们今天他们想要去逛他们自己想逛的地方，所以这次就由我一个人，去台北展去看看一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新奇的内容。Let's go！那今天的 Computex 其实是受邀了好几个厂家的赞助，来这里特别为他们的展会去做一些专题的报道。所以呢，一开始的前2天呢，都是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集中在他们的这几个展位去做更多详细的报道。这样，直到第3天的今天呢，我才有时间去做一些我可能觉得好看的一些内容。但由于真的有点累了，所以我就真的只是重点挑几个我个人觉得值得去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信息之类的吧。然后我会把这一次台北电脑展所有的展位我觉得有意思的都一起打包放在这一期视频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之前在展位的那一些专题报道，我都是戴隐形眼镜的，到今天我都索性不戴了，就随便一点点。然后我也不是带我的专业相机在拍，用的只是以 vlog 的一个形式吧。那先看看有哪一些好玩的东西 ，Let's go。先来看一下华硕和 ROG 的展台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吧。作为一个同时活跃在 YouTube 以及哔哩哔哩的这一个博主，是有必要把2个平台的博主进行一个对接，还有就是让他们牵线，让他们有更多的互动，然后同时也是让厂长的作品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曝光，让更多人知道。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优质的产品。可以看得到，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食物，不得不说，真的是一个艺术品。这边呢，我们也看到了厂长之前最初发布的这 FF04 Pro 2的版本，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这一个，我们其实也是看得到它。也是一个类似像 FF04 的东西，但是当我求证了过后，我才知道这不是厂长自己生产的东西，也不是他设计的东西。然后还看到了一个骚操作，这边是空汉的东西。我问了以后，我以为这个是一个定制的 BTF 显卡，但是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一个空 PCB， 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模型。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FF04 Mini， 配搭的就是这个4060的这张 Mini 卡，我感觉单手能拎起来，哇，好重！不行，那么小的一台主机，你还要搞那么重吗？但是我挺好奇里面的结构了，有机会的时候看看一下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吧。然后这边我也看到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机箱，但是。它不是厂长设计的，厂长设计的就只有这一块，然后终于看到实体了，就是一个分体水冷，再加上它的这一个一体化的一个主机，这也可以看得到用的就是这个全新的这个水冷，然后这个水冷它是采用这种上面接线的，个人觉得其实还挺不错的，但这个线其实还是有点丑，然后现在就看这个屏幕。它是能够弯折进去的，只不过这意义性大吗？目前华硕是还没有确定说这个屏幕它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可能还会再做进一步的修改。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屏幕对我来说，我没有特别喜欢，说真的而且你看到吗？就是那么大块头的一个 HDMI cable 在这里，我觉得好难看。有线上面的这边几个线加起来真的太臃肿。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更加简化到只需要一根 Type-C 的线来处理，会更加的理想。其实我更希望的就是这些带屏幕的人，你们的这一个 USB 供电和 PWM， 就是水泵的这个 PWM 能不能够做在一起？反正你都需要用软件来通电来识别你的屏幕，那倒不如用软件来控制你的这一个水分的转速。那你就只有一根线，那不是更加简洁吗？相信应该是可以，但目前就是没有厂家这么做。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一个中间的这一个，算是为了适应背插所提出的这一个水冷。它的设计其实是把冷排给加宽，然后这一个水管是从中间这边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问题现在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它即使是剪短了这个水管的接线，但还是走起来并不是特别的好看。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够等待看他们要怎么样去做了。那现在呢，就来到了联力的展位其实还是联力和 SHBT 一起共同的展位吧。来看看他们有什么好玩的东西。那在联力的展台这里呢，其实也是有看到他们采用了一个崭新的水冷形式，这个的款式叫做 HydroShift 360TL。整个的体验下来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像是把水冷管藏在里头，那可以让整个的外观看起来更加的整洁，特别是搭配了背插水板。这个机演示的这一台主机并不是采用背插水板，所以没有办法很好的看得到它极致化的那个样子。但是其实联力厂它还有另外一个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产品，然后看到的就是这一个非常崭新的电源。我们也知道联力已经加入了这一个 PPLP 的这个联盟，然后现在呢是他们加新推出的这个 H 电源，可以看得到推出了这种 L 型的电源，就是把接口在这里，然后在接的过程会更加的容易。除此之外，因为我们也知道联力其实有很多的 USB 接口是需要做 USB 的供电，USB 的那一个控制器。那有时候主板的 USB 控制器没那么多，所以它这边解决了一个方案，然后在这边有4个 USB 的入口跟一个是连接主板的那个出口。
也就是说，我只需要一个主板的 USB 接口就能够连接4个 USB 2.0的那一个控制器，通过这一个电源。然后这里也有分2个款式，就是有白金版，白金版它的这一边是铁网的，然后在金牌的650、750以及850，它的这个面板是可以拆卸下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像机箱的那种防尘网。我觉得这种形态的电源确实和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就看它最终的价格会卖多少钱吧。那这个 shutter 呢是来自SSUBT， 也就是联力的子品牌首先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结构，个人还蛮喜欢的。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显卡吊装，然后导致那个散热性能比较不好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就是倒装的一个形式。当然现在反光，所以看得不是非常的清楚。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还挺不错的。预计会是在8月底上市，然后售价是在$125，然后会附赠3把 ARGB 的风扇。目前来说，现在这个都并不是最终的成品还是一个工程样品，之后可能还会再继续做一些打磨。然后我也和 SSUBT 的老板们去沟通，分享了一些我的意见，然后希望之后看到成品的时候可以惊喜到我，然后应该也可以有机会上手体验一下。然后就是来到猫头鹰的展台，来猫头鹰的展台来看什么呢？就是 D15 Gen 2以及新一代的 A12 25风扇啦。然后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下一代的12厘米风扇，可以看得到它采用的配色依然是猫头鹰的传统颜色，但是可以看到扇叶的部分做了非常大的修改，是这种弯曲型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强更多的风流，而且可以看得到风扇与边框之间的缝隙是非常的窄的不仅如此，在我们这样子拿出来看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一个扇叶其实是有稍微的凸起但是由于边框的这个塑料垫其实已经顶上来，橡胶垫已经是有更高了，所以变成它是不会卡到的。那当然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预计上市会是在2025年的 Q1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上市呢？接下来就下一代的 D15 啦，可以看得到这边有8根热管用的呢就是新的14厘米的风扇，预计会是在即将，也就是现在的6月就会上市，样子是长这样的。其实也是跟刚刚跟大家提到的下一代的12厘米风扇是一样，用的是这种2段式的扇叶设计，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更多的风流但问题就在于说这边没有公布它的实际价格就只能够再等一看看吧。好了，那今天的这一个 Computex 的最后一天，是我再来 Computex 的最后一天的这个 vlog 呢，就到此为止啦。稍微随便一点点，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因为前面2天耗费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制作了很多个展位的那个报道顺带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年 Computex 的东西吧。确实最主要的还是大家会更加的 focus 去做更多有关于 AI 属于我们就是这些发烧友 DIY 发烧友比较感兴趣的产品，相对来说比例当然会少很多，但跟去年比起来的话，我还是觉得会有一些新东西是有看头的。当然这些新东西可能在还没有登入 Computex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像是厂长的 FF04 这个机箱。那今天这一期视频过后呢，其实还没结束，我还有一个花絮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持续关注和支持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